这迪卢克也要有新皮肤了，所以呢，我也来蹭波热度，借此机会把迪卢克的攻略给补上。迪卢克，卢老爷，正义人，身为开服的5星战神，现在虽说有些落魄，但也还是可以玩的。深渊满星，说实话不是什么问题。我呢也不多说废话了，直接进入正题吧。按照惯例，依旧先说普通攻击，一共4段，第4段的倍率最高，但前摇也长，伤害来的也慢。总体来说，由于大剑攻速的原因，4段普攻的手感方面并没有那么的舒服，所以为了改善这一点，通常我们都会选择与元素战技交叉使用，因为这样可以相互取消动作的后摇，打起来会更流畅。除此之外，迪卢克的普攻模组在大剑中其实是比较优秀的，追击能力很强，打怪不容易丢目标，压制力也就是削弱能力也非常不错，可以使怪一直处于僵直状态。优拉为什么会觉得笨重，而同样身为大剑的迪卢克却不会有这种感觉呢？原因就在于此，迪卢克的元素战技应该算是原神里比较特殊的存在了吧，一共有3段，且3段各不相同。如果你是米撸啊撸玩家呢，那么接下来的内容你应该会比较容易理解，因为迪卢克的3段 E 和瑞文的3段 Q 机制上是一样的。首先第一点，迪卢克的元素战技在使用了1段 E 之后，其实就已经进入 CD 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在我用了1段 E 之后，元素战技的 CD 在后台就已经开始冷却了，已经在走秒了，只是我们看不到。假设之后的2段 E 我花6秒钟的时间去打完，那么最后显示的元素战技的冷却时间就只剩4秒了，而不是文案描述的10秒冷却。第二点，每段 E 之间我们有4秒的时间可以打出下一段 E， 否则就会导致连段停止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使用了1段 E 之后，如果在4秒的时间里没有打出第2段，那么我们就没有机会再打出第2段 E 了。这里的元素战技图标也会直接变成初始的样子，会显示后台在走秒的技能 CD。结合上一点，这里 CD 显示的冷却应该是6秒钟，这4秒的时间我们体感上是很难去把握的。我们可以把普攻当做参照物来大致推测，迪卢克1轮普攻的时间算上卡漏正好是4秒不到，所以我们只要在1轮普攻完立马接元素战技，就可以做到卡着极限的时间，而又不失去战技的连段了。虽然实战也用不太到就是了。综上所述呢，迪卢克极限的元素战技 CD 其实是2秒钟，但通常我们是不会去卡着这个输出时间的，也不会选择每放1段 E 就打1轮普攻。一般来说，我们都会直接选择 EA 交叉快速用完。普攻我又简称为 A 了，这里的 EA 也就是每放1段 E 就接1次普攻，然后再马上接第2段 E， 再接1次普攻，再接第3段 E， 再接普攻。瑞文的光速 QA 道理是一样的，普攻和战技是可以相互取消动作的后摇的，所以这样的输出手法是最顺滑的。这里要注意的一点就是，普攻并不会像战技一样可以1段2段的连接下去，每次我们的普攻打的都是第1段，是会因为战技而重置的。想要普攻不重置，那就只能是解锁6米了。关于输出手法，其实我个人会倾向于 AE 而不是 EA， 也就是普攻先手还是战技先手的区别。我个人体感上是觉得普攻先手的 AE 手感上是更好的，而 EA 呢，说不上哪里差。我也做了输出时间的对比，其实是差不太多的，但就是手感方面感觉差了一点。输出手法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忽略掉 A 的起手的话，其实都是 EA， 但就是普攻先手多 A 了那么一下，后面整体的手感也会有所变化，当然也可能是我心理上的变化。总之关于这点还是看个人吧，我会更倾向于普攻起手。当然我们也并不一定非得1下战技1下普攻这样来，1下战技2下普攻也是可以的，各有各的好处，看自己的操作习惯了。说到迪卢克的输出手法，就不得不提灯笼剑。迪卢克的下路攻击倍率是非常高的，再加上灯笼剑的开发，现在很多大佬用迪卢克，其实除了战技穿插普攻之外，还会再穿插1次灯笼剑，对迪卢克整体的输出来说是绝对的正提升，且提升不小。那么怎么用出灯笼剑呢？操作其实就是普攻、冲刺、跳跃、下路攻击，看着简单，但对操作的要求还是挺高的。关键是在普攻卡路的瞬间进行这一系列的操作，反正我手柄是1次都没有成功过。灯笼剑对移速和卡漏是有要求的，移速越快，成功率也会更高，所以可以试着带个双锋，增加移速来进行练习。真的不是什么无用的技巧，特别是对于迪卢克来说。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迪卢克，那么我是非常推荐你去练习一手灯笼剑的。元素爆发，论大招特效的话，我迪卢克是没怕过谁的。第一次从队友视角看的时候，是真的惊艳到我了。特效天花板
之一，不过分吧？迪卢克开大瞬间会产生一次分压，击退周围的小体型怪，然后会召唤出一只火鸟，清理路径上的敌人。火鸟的体型和攻击范围其实很大，比第一人称视觉效果上看到的要来的大得多，并且具有强削刃。一般的小体型怪都会被火鸟给击退，大型怪则不会。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，火鸟的伤害由3部分构成：一开始的斩击伤害、飞行过程中的持续伤害，以及最后的爆裂伤害。由于大型怪不会被击退，所以大招的伤害通常都是打不满的，也就是吃不到爆裂的伤害。而打得满的小怪又会被击退，疯狂的远离自己。死了还好，没死的话我们还得冲刺过去补伤害，就挺麻烦的。所以迪卢克开大的时机是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下的，比如敌人在释放技能的时候是会有霸体又或是增加韧性的效果的，我们可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开大。虽然大招伤害会打不满，但我觉得要比被击退来的好点吧。不过好在火鸟的伤害并不是大招的关键吧，武器的火附魔才是。配合上固有天赋5，迪卢克在释放完大招之后，武器会获得12秒的火附魔，以及迪卢克自身会获得20%的火伤加成，这对输出的提升是非常非常大的。这个火附魔在7人之后是不会消失的，火附魔的时间和火伤加成也可以利用卡路来延长，所以实际上的持续时间是大于12秒的。而大招的 CD 正好是12秒，所以幸运的话，第二个大招是可以吃到这20%的火伤加成的。而且只要循环上没有问题，我们是可以做到全程火附魔加常驻20%的火伤的。迪卢克的大招仅需40点能量，本身又是战场角色，所以充能压力是不大的，我们也没必要太过怜惜这大招。而且对于迪卢克来说，有大招火附魔和没有大招火附魔的输出差的还是非常多的，所以奢侈点，有大就放吧。说到火附魔，就不得不提到元素附着的问题了。因为一般来说，迪卢克都是会在行秋或是夜兰打蒸发的。迪卢克元素战绩的3段 E 的火附着是完全独立的，也就是每段都是可以打出蒸发或是融化的。而普攻和重击的火附着则是遵循2.5秒以及3次的计时器和计数器的双设定的，所以在放完大之后的迪卢克输出手法是会发生变化的，不会再像原来一样快速打完3段 E， 而是会多穿插几次普攻，因为这样才能提高蒸发的覆盖率。那么到底穿插几次才能使火附着频率更高呢？我拿无相兵简单做了个实验，我测的是穿插2次和3次普攻。这里我们不要光看融化的字眼，因为有时候融化连续出现时也是只会出现1次融化的字样的，所以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是无相兵的盾条。直接说结论好了，从融化频率以及战绩衔接方面考虑，穿插3次普攻是最好的，不仅融化频率高，而且战绩也基本上是无缝衔接的，基本是没有 CD 的。当然你要是会灯笼剑的话，那一定是最好的，因为灯笼剑下路攻击的火附着也是完全独立的，也就是说我们每次下路攻击都是可以打出蒸发融化的，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打出反应的频率，提高输出的上限。所以会灯笼剑的迪卢克和不会灯笼剑的迪卢克，这里的输出差距也会被明显拉开。实在练不会的也不要紧，可以这样安慰自己，反正深渊已经满星了，不缺那点输出。实在不行，我们也可以用温迪的风场爽一爽，总是可以的嘛。至于固有天赋4大件的重击还是过于鸡肋了，即便是降低了1半的体力消耗，输出也是不够看的。再加上启动的超长前摇，通常来说我们都是不会用的。至于命座的话，稳步提升，并没有质变命座，所以就不提了。武器圣遗物推荐，武器的话，时至今日5星依旧是狼墨最好，松来也可以用，因为攻速对于大剑来说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。4星赤骨剑最好，其他的话说实话都比较一般。圣遗物毫无疑问是魔女，魔女4件套的效果就像是为迪卢克量身定制的，这里15%反应系数的提升可以简单理解为80的精通，实在刷不出的可以用2魔女2乐团过渡。队伍搭配，首先迪卢克的大招仅需40点能量，再加上他自己本身是战场输出，所以我们基本是不太需要为他考虑充能队友的。第二，迪卢克是一个打蒸发的火 C， 所以行秋或是夜兰那必有其一了，也可以2个都带，轮流上水。第三，推荐带个盾，中里最好。迪卢克虽然是大剑角色，学员能力强，但自己本身的韧性还是不高的，本身在打输出的时候也是非常容易吃伤害的，特别是第3段的 E 需要在空中转个2圈，实战中不带盾的话非常容易被打断击飞，所以最好是带一个吧。这样一来3个位置就基本上都确定了，最后一个位置可以选择班尼特凑双火，也可以那个分系辅助，分系可以多次减抗，火抗水抗都可以减，所以还是不错的。推荐万叶、温迪、砂糖这种可以狙怪的，也可以选择经典搭配，带一个重云，重云可以给迪卢克冰附魔，然后用战绩打融化，也可以提高迪卢克的攻速，还能减 CD， 非常的好用。我的话还是更喜欢带个班尼特，谁让我点了6命的，6命班尼特谁用谁知道，好吧。输出手法的话，班尼特先开大挂火，然后夜兰用 E 技能打蒸发，
一发破局使之后接大招，切迪卢克出来输出。因为班尼特圈内有火附魔，所以我们可以先不开大招，等到班尼特大招结束，再找好角度释放迪卢克大招，然后再切叶兰放个一技能打蒸发。有大放大，没大不管有大没大都切迪卢克继续输出。此外，我们也可以选择第一波的时候迪卢克直接放大输出，这样爆发会更高。我之所以选择第一波迪卢克不放大，是因为叶兰虽然输出高，但充能比较乏力，所以延长了循环轴，减缓充能的压力。当然，如果把班尼特或是叶兰换成行丘的话，则不会有这个问题，基本是可以做到全程让迪卢克蒸发的。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做出选择。至于其他队伍的操作手法，基本都大差不差，并没有很难，打个1-2次都可以搞懂的，所以我就不啰嗦了。那么关于迪卢克的攻略，我就简单讲到这里了。我呢也并不是什么资深迪卢克玩家，有些理解可能会不到位。以上内容若是有错误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指出改正。时至今日，迪卢克虽然没有开服时那么无敌了，也经常被人调侃落魄了，家人们。但就我自己的体验而言，只要队伍搭配、理解这些都没有问题，打个深渊还是轻轻松松的。要是真的喜欢的话，那就练吧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有帮助到你，请别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。我是思凡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